如果说一对演员的化学反应真的可以用自然2个字来形容，那么宋威龙和赵今麦在《骄阳似我》里的表现，绝对值得拿出来好好分析。不是刻意撒糖，也不是每一个眼神都要告诉观众他们正在谈恋爱。恰恰相反，他们最让人上头的地方是一种看起来没有那么用力，却会让你越看越觉得甜的感觉。一个清冷，一个明亮，一个话不多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给出回应；一个活泼有生命力，看似大大咧咧，却能慢慢走进对方的世界。宋威龙和赵今麦就像2种完全不同的温度，在《骄阳似我》里刚好碰撞出了最舒服的火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宋威龙和赵今麦站在一起会让观众觉得这么自然？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对组合为什么会让人越看越上头。首先必须说的就是他们最明显的反差感。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冷内热型角色，表面看起来冷静克制，甚至有一点毒舌，但是越往后看，你越会发现他真正的情绪其实全部藏在细节里。他不会把所有关心都直接说出来，很多时候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，一个看似普通的动作，就已经把情绪交代得非常清楚。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恰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，他开朗元气有感染力，他就像角色名字所带来的感觉一样，带着一种能够照亮别人情绪的力量。所以当李宇森遇上聂曦光，就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变化，一个负责降温，一个负责升温，一个让画面安静下来，一个让画面活起来。这种反差恰恰是 CP 感最容易产生的地方，因为如果2个角色拥有完全一样的性格，那么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观众可能会觉得舒服，却不一定觉得有火花。但宋威龙和赵今麦不一样，他们不是相似的人，他们更像是互相补充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《骄阳似我》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明明2个人没有一直疯狂撒糖，可是只要他们同框，空气好像就自动变甜了。而这就是第2个关键，他们的 CP 感并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，而是靠互动建立起来的。真正高级的荧幕情侣，从来不是每1分钟都在告诉你我们很甜，而是他们可以像真正认识很久的人一样聊天斗嘴，互相观察。李宇森的克制遇到聂曦光的直接，李宇森的冷静遇到聂曦光的热烈。很多时候2个人甚至只是简单站在一起，观众都会自动开始寻找他们之间的情绪变化。尤其是宋威龙的表演方式，他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情绪外放的人，所以很多感情都需要通过微表情来完成。而赵今麦则更加灵动，他的表演能够把角色的情绪直接传递给观众，于是2个人在同一个画面里的时候，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节奏。赵今麦把情绪往前推，宋威龙把情绪往里收，一推一收，一动一静，这就是他们之间非常特别的化学反应。第3个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年龄感和状态感非常舒服。很多偶像剧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演员看起来像是在演情侣，但是宋威龙和赵今麦的组合却很容易让观众忘记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在剧中的关系变化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入甜蜜模式，而是从认识、误会、接触到慢慢理解，再到逐渐靠近。这个过程给了2个人足够的空间去建立关系，观众也因此可以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世界。这点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真正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，从来不是突然出现的大型浪漫场面，而是那些非常小的瞬间。一句话有没有听进去？对方情绪不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？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站在身边？这些细节才是让一段感情看起来真实的关键。而《骄阳似我》里的林宇森和聂曦光恰好把这种慢慢靠近的感觉放大了。根据公开资料，《骄阳似我》改编自顾漫同名作品，由陈宙飞执导，宋威龙和赵今麦领衔主演，全剧36集。故事围绕聂曦光从校园走向职场，以及他与林宇森之间逐渐发展的感情展开。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男帅女美，真正让观众磕到的是角色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。
李宇森让聂曦光逐渐变得更加坚定，而聂曦光也让李宇森原本封闭的情绪慢慢打开。他们不是谁拯救谁，更像是两个人在遇见彼此之后，都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。这也是第4个让人上头的地方。他们的感情不是单向奔赴，而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双向靠近。聂曦光身上的阳光感让李宇森无法一直保持距离，而李宇森给予聂曦光的理解和支持，也让他逐渐放下过去的遗憾。所以观众看到后面会发现，这段关系最甜的地方，并不是谁先喜欢谁，而是他们最终都愿意为对方迈出那一步。这种双向感是现代偶像剧里非常重要的一种爽感，因为观众真正想看的，从来不是一个人苦苦追着另一个人，而是我向你走一步，你也向我走一步，最后我们在中间相遇，这才是真正让人心动的爱情。第5个原因就是宋威龙和赵今麦的镜头是配度，这一点其实非常直观。宋威龙本身拥有比较强的清冷感，他的五官和身形让角色天然带着一种距离感，而赵今麦的气质更加轻盈灵动。他站在宋威龙身边的时候，不会被他的存在感压住，反而会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视觉平衡，冷和暖，高和低，静和动，成熟感和少女感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，就很容易产生偶像剧最需要的视觉记忆点。所以有时候观众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他们甚至不需要说太多话，只要镜头切到2个人同框，观众就已经知道这一幕可能要甜了。而这种能力就是演员之间非常珍贵的镜头化学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今麦没有把聂曦光演成一个单纯等待爱情的女主角，她有自己的成长线，从校园走向职场，从随性到逐渐明确目标，她的变化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。而李宇森也并不是单纯为了恋爱而存在，他的职业经历、性格变化以及面对人生选择时的态度，都构成了角色本身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完全脱离人物成长，反而是因为2个人各自成长，所以这段关系才显得更加有分量。这也是为什么《骄阳似我》能够让不少观众产生一种不是单纯磕 CP 的感觉。你会发现，你真正喜欢的其实是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，是李宇森看似冷淡，却总是默默关注，是聂曦光明明大大咧咧，却能够捕捉到对方最细微的变化，是2个人偶尔斗嘴时的默契，也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彼此的坚定。这才是 CP 感真正高级的地方，不是把糖塞到观众嘴里，而是让观众自己发现糖。甚至可以说，宋威龙和赵今麦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没有把这段关系演得过于用力，他们让观众相信李宇森真的会被聂曦光吸引，聂曦光也真的会逐渐依赖李宇森。当观众开始相信角色的时候，所谓的 CP 感自然就出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关剧集内容中，观众会看到大量关于赵今麦 X 宋威龙好好磕双向奔赴、宋威龙赵今麦杀回 BG 现偶等讨论。而官方内容同样强调了李宇森与聂曦光之间的浪漫爱情，以及2个人从相遇、误会到逐渐靠近的关系发展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宋威龙和赵今麦的化学反应，我会说，他们不是最喧闹的 CP， 却是很容易让人沉进去的一对。一个像安静的夜色，一个像突然照进来的阳光。当2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刚好形成了一种非常舒服的平衡。也许这就是《骄阳似我》最让人上头的地方。爱情没有一定要轰轰烈烈，有时候真正让人心动的，只是一个人刚好懂另一个人的情绪，一个人愿意靠近，另一个人刚好没有后退。宋威龙和赵今麦就是在这种一来一回之间，把李宇森和聂曦光的故事演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。所以你觉得呢？宋威龙和赵今麦在《骄阳似我》里的化学反应，到底是颜值带来的心动，还是角色之间真正的互补？如果满分是10分，你会给这对荧幕搭档打几分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也喜欢宋威龙和赵今麦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我们每天带你发现更多华语娱乐圈的新鲜话题。下一期见。